最近这4、5月间呢，在各大医院的妇产科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以这个4月底为界，4月底之前呢，在前来孕前咨询呢检查的人乌泱乌泱，像我们门诊的量，其实在1、2、3到4月份4度以下内的话，这每一个月的量都比虚拟同期超了它1000多人次。可是依旧5月呢，来检查的妇女这人数未减，为什么呢？因为在4月底之前怀孕啊，她生孩子就会赶在明年农历春节之前，也就是说这孩子属马。要是5月份以后你再怀孕呢，这孩子就会生在明年春节之后，也就是说死凉了。那为什么都想生这马宝宝，不想生这羊宝宝呢？因为民间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叫十羊九不全。那么说这羊犯了什么罪，他招谁惹谁了？其实咱们前面提到这个现象啊，它有个轮回。就中国这个干支纪年生肖纪年12年一个轮回，你再往前倒12年也出现了这个现象。2003年呢是羊年，这不明年2015年羊年吗？12年，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不愿意生这个属羊的孩子，宁可把孕期推迟到第2年猴年，到那时候再生孩子。现在咱们身边有好多人就这个现象，尤其是老辈人督促孩子赶紧啊，要生今年马年把孩子生下来，明年羊年十羊九不全不好，别生。有的家庭这么算那么算，非要赶到马年生，有的一算日子的不行了，这个5月份以前怀不上了，别怀啊，就怀了之后也得赶紧给我去做了去，咱不能生这个属羊的孩子，咱宁可呢明年再怀，然后搁后年生去。所以这个现象在我们身边现在来看很常见，我估计您就是自己没赶上，您恐怕身边也有这样的车。就算生不养马宝宝也坚决不要羊宝宝，宁可等上几年，7天半年结婚，就是为了生个马宝宝。马年才过了不到一半，马宝宝们已经携风带雨来袭，医院孕检明显扎堆，月嫂以及预定到了明年。进马一开始呢，就比往年客户量真多，都扎堆了在那个马年生呢。从那个医疗资源的分配上讲，也是非常紧张的。据了解，很多夫妇都争取在5月份之前怀孕，要抢在幸运的马年把孩子生出来。按中国农历，羊年始于明年阳历2月19日，因此怀马宝宝的窗口将在5月底关闭。医生甚至担心今年下半年的堕胎率可能上升。有调查发现，现在不少年轻夫妻喜欢给宝宝挑属相，很多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属羊，这使孩子的出生也有了大小年的现象。像虎年、龙年、马年都是被认可的大年，而像鸡年、羊年则比较遭嫌弃。那么为什么大家愿意在马年生孩子，就不愿意在羊年生孩子呢？咱们先说是马年生孩子，因为马这个生肖属性啊，很多人觉得挺满意。你看啊，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马上升官，都好听的词儿。一说谁这个事业成功，龙马精神啊，全是好词儿。认为马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属性。其实属性哪有什么发展前途？所以很多人先从字面上理解，愿意让孩子属马。好多朋友说今年正好是金马嘛，然后反正就挺开心的，而且就是觉得好像马的话这个生肖还挺旺财的。再一个，这个传统来自哪儿的？说今年呢，这个孩子是金马命。说马就马不怎么派金马命，那么这个是怎么定出来今年这个属马这一年算是金命呢？因为这个呢有个60甲子纳音表，就是呢咱们看呢正常的这种轮回呀，天干配地支，五行呢按照金木水火土这5个，每个上呢总共有6种命。以描述金命分成6种金，什么剑锋金呢、埋蜡金呢、拆穿金呢、金帛金呢、海中金呢、沙中金。
而且每一种你看说是都是金命，金的和金子它不一样。比方说海中金，海中金命最硬，为啥？它在海里边。五行当中讲火能克金，在海里头的金的一般火克不了，那得什么火？霹雷火能克海中金，都打到嘴里的。当然你听着都玄乎其玄啊，这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那么今年这个金命什么金？叫沙中金。哎，甲午乙未沙中金，甲子乙丑海中金。哎，这都是60纳音表定的。就今年甲午年和明年乙未年2年都属于沙中金命。沙中金什么我们都知道，淘金不从沙里来吗？所以沙中金保富贵，就是孩子将来富贵荣华。所以说今年生着孩子金马命，那就富贵荣华了。所以你看，马到成功，马上有钱啊，有龙马精神，今年还是能保富贵，还金马。很多家长为了讨口彩，咱能把孩子生到这一点，所以大家追捧这个马呗。那么说为什么嫌弃这羊年呢？咱都知道民间有说法，说十羊九不全，什么意思呢？首先应该说羊这个动物啊，太温顺太老了。有人说温顺还不是好性啊，现在就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你要跟小绵羊是那么温顺，你不找着挨欺负。再说羊群效应，做股市里头不领头着知道哪有水哪有草去了，人家先挣着钱了，后边的羊都乌泱跟着，到那就水也没草也没了，所以股市现在赔这么惨嘛。说你将来就是那小绵羊，就跟人家随大溜走吧，最后你也不是领袖，什么好处都捞不着。现在社会以激烈竞争，显得这羊啊没有多少竞争性，所以很多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可不能成为胆小懦弱的小绵羊。后来想甚至冷宝宝的那个马宝宝也蛮好的呀，因为好像介绍羊年的宝宝不同啊。如果1月份怀不算的话，那就不今年就不要了，等到那个过了羊年再说。说羊年的小孩不好。第二个呢，说完这个十羊九不全呢，说属羊人命不好啊，容易什么呢？小时候容易没爹妈，大了容易这个死了老伴老头了，到晚年的有可能还这孩子还没了。反正你听着很吓人。说这十羊九不全，说这每年的阴历5、6月生的羊还行，有草吃，8月份羊就完了，挨刀杀。为啥？8月羊养肥了，成小肥羊了，该宰了。最倒霉腊月羊，腊月羊守空房，这辈子命犯天煞孤星。什么叫腊月羊？就是真阳命，就羊年怀孕，羊年出生，腊月出生的吗？年初怀的孕，到腊月羊守空房，这命是最不好的。所以这么一讲，民间叫十羊九不全，说属羊的人命都不好。那么说是不是呀？首先我跟大家说实在的，这根本这就是胡说八道。因为十羊九不全的说法是从民国年间才开始流，在此之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羊都是好词好属性，羊通什么呀？吉祥的祥。你过去你说吉祥的时候，就直接写成吉阳。阳和祥是通假字通用的。咱们的美字怎么写？美丽的美，上面一个阳，底一个大，阳大为美，意思这羊要大点肥点，那是最好的事。就羊在过去是美好、安稳、吉祥的寓意，根本不是现在说什么十羊九不全，不是那个意思。这羊过去是个好词儿。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许多美好含义的一个词啊。羊呢，也就能带来福佑和恩泽。我们大家知道都有羊羔跪乳这一说，所以呢，羊呢，代表的一种感恩啊。这羊呢，当时引进了这个12生肖的时候，有些学友都认为它是代表着子女对父母的孝。说为什么现在都变成十羊九不全了呢？这是由于政治预言带来。啥叫政治预言呢？陈胜吴广起义啊，弄个狐狸在旁边叫大楚兴陈胜王啊，然后买条鱼，把鱼肚子剖开，上面有个绢纸，绢纸上写着陈胜王。你看，说这刘邦人给他造谣，说他在喝醉酒了，把一条蛇杀了。说刘邦是赤帝的儿子，把白帝的儿子给杀了，刘邦就该得天下。这叫政治预言。政治预言往往是胡编的，他是为了达成自己政治目的。
说政治预言跟羊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在晚清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要推倒满清政府。当时所有人的愤怒集中到慈禧太后身上，说这慈禧太后祸国殃民还卖国。慈禧属什么呢？慈禧属羊的。所以同盟会人就编10羊9不全，这属羊的命不好，自个儿败家，把咱们这个大中华都给弄乱了。量中华之污吏，解与国之欢心，也是多败家吧。这属羊的啊，在慈禧矛头指向他。到后来袁世凯当政，这国民党为了推翻袁世凯政权，袁世凯也属羊的，而且袁世凯是农历8月生的，8月羊挨刀杀，这人千刀万剐，都有什么21条又什么的，还窃取了中华民国的这个胜利果实，说你8月羊挨刀杀，弄袁世凯。所以这么一宣传，又是当时革命声势浩大，还深得人心。这10羊9不全呢，这说法算是给流传开了。等到这个建国以后，咱都知道1971年913，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林彪属羊的，我说你看这属羊的这命多不好啊，这怎么着？有很多政治预言带有一定迷信色彩就上来了，所以它是由于政治预言对中国影响很大，老百姓就相信10羊9不全。但10羊9不全原来的说法是什么呢？叫10羊9福全。就是10个属羊的有9个福寿喜都全的，而9福全，幸福的福，都为什么改成9不全了？后来人家就给写成啥9福全，把这福呢写成就是佛祖的佛去了单立人福，这福啥意思？就不的意思。后来人就念白了10羊9不全，就直接顺道就改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10羊9不全应该是10羊9福全。最早是幸福的福，说属羊的人命好。你看后来政治运动造成的王朝兴替造成的，把羊真正成了替罪羊。我估计替罪羊可能就打这儿来的。如果你我说这个你还觉得不够有说服力，说属羊的命不好，那咱们看看属羊的人里头，这命好不好啊？帮皇上的李世民属羊的，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属羊的。你再说有权力的曾国藩属羊的，李鸿章属羊的，有能耐的岳飞，能耐大不大？岳飞属羊的。说有文化的欧阳修属羊的，司马光属羊的。你再往开了说有名的，说有的人崇拜明星，我问你明星都是属羊的刘晓庆属羊的，女神高圆圆属羊的，国际章子怡属羊的，歌星那英属羊的，很多年轻人崇拜的周杰伦属羊的，我们那时候玉女派掌门周慧敏属羊的，现在偶像派明星佟大为属羊的，邓超属羊的。就我这随便想起来就这些，你琢磨吧，这属羊的人里头这得多少了不起的人物。你要再说有钱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属羊的，国外传媒大亨默多克属羊的，还有世界首富曾经的比尔盖茨属羊的。如果真是10羊9不全，这些往哪儿买？那不命苦都苦死了吗？所以说10羊9不全纯属无稽之谈，这是胡说八道。可偏偏呢，咱们有很多人呢还就信这个我就相信这个属性好的呀，对我有利。你看有一家公司不就是吗？他招员工，招了一堆属猪的，说猪和这个老板的属性合，结果这公司开了几个月就倒闭了。你整一群猪来也没啥太大用，其实这个人得按他的技能来搭配，而不是按属相搭配。自生肖观念在民间出现以后，它随着算命术的盛行流传不衰。民间迷信认为，五行中的每一种要素都是相互制约的，对人的一生会产生重大影响。6冲、6害、3刑的迷信，甚至形成了许多顺口溜说法，如同谚语常被引用。阳属相配敌暗休，属羊不到头，这样的说法影响了许多老辈人的婚恋选择。对牛马害，或说白马害青牛，或说白马怕青牛。又如蛇见猛虎如刀绞，青龙见破泪交流。乌猪怕猿猴，犀狗不一家，
或鸡狗相配断仇婚，够是六汉的口诀说话。又如黑口不进阳穴，便是三行猪的所谓勾阳相形。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一篇文章，一位年轻少妇迷信，认为孩子生肖蛇与丈夫生肖卜相克，导致丈夫生意亏损，又是将5月大的亲生骨肉送人，并谎称遭人绑架。而属相相克更是很多恋爱、婚姻都要避免的问题。子女找对象，父母都要托人算算属相是否相配，不知因此而拆散了多少对冤家，违到了多少波良缘。网友达先生就曾遭遇过让他至今都既后悔又自责的事情。我跟女友交往1年多后，母亲知道我和她相差6岁，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按母亲的话说，我属鹿，女友属狗，是6冲，属于生肖配对法中的大字。迫于母亲的百般挑剔，我和女友最终分手，不久就结婚了。您俩命相不合，他是属猴55，你54属鸡，我看穷无聊。没难错，那都过去了，现在都看星座。我双子座，他白羊座，星座特别合。你国外信星座的，这2年传到中国来了，很多人信得五迷三道的，有的还要天天出门时候看，我今日要碰着摩羯座的，我今日碰白羊座，怎么样。有的说我这不合，说比方我水瓶座和这个狮子座是死对头啊。这个事儿国外有，南非世界杯时候法国队主教练叫多梅内克，他就信星座信得要死，他是水瓶座的，所以他选队员的时候选，你看这里贝里，行吗？你看里贝里这生啊，里贝里这是白羊座的，白羊座跟水瓶座挺合，进来吧，当队里领袖。再一看希尔维斯特，狮子座不行，不能要他，为啥？狮子座跟水瓶座死对头，我不能要他。他迷信到这个程度，结果挑了一堆说跟他星座很合的，怎么样了？到了这个南非一踢球，刚踢一轮就罢训球员，集体反对他。然后小组赛没打完，灰溜溜打道回府了，没出现，成了一个大笑话。你说他是信着星座信呢？咱们现在有的小女孩，我就信星座呀，那东西太准了。比方说你是水瓶座的，你找对象时候突然碰到一个高富帅，而对你好的都吓人，有钱都往你兜里揣，对你温柔体贴，绝不花心，长得还帅气。结果呢，他是狮子座的，说水瓶跟狮子就是死顶着不放。那好，你这时候你不要他，我看你神经病的是，你看到这时候你女孩喜不喜欢这样的人？所以真说信水星座也信这个八字人，那都是假的，那不外乎给自己心里找借口的。所以咱们到生孩子这个关口，可别拿着十羊九不全什么锦马命达这说事儿，因为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给你在怀孕过程当中带来很多困扰，更主要的它后患无穷。你看当年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很多人想生千禧宝宝，到龙年想生龙宝宝，猪年想生金猪宝宝，结果造成什么呢？这个时候生育高峰，很多孩子在这时候出生，那么他接下来的麻烦就一堆。首先一个呢，出生的时候这产房难找了，月嫂难顾了，包括婚前检查都费劲，人乌泱的扎堆出生了，这仅仅是头一道关。接下来孩子上幼儿园，这孩子多呀，幼儿园不好弄，上小学、初中、高中都费劲。大学毕业以后就业是难事儿，就业解决了，找对象，孩子多吗？也不好找。所以这一扎堆带出了很多社会问题。我记得好像是奥运宝宝吧，本身我们就只招2个小班，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去正式公布这个招生的时候，家长预约登记大概2个星期就全部满了。你相比之下呢，我倒觉得什么挺好的。你赶羊年出生，你怕什么的？出生的时候产房这也松快，月嫂也好顾，上幼儿园人少也好办，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就业到找对象，都因为这波孩子少，也会得到很多社会资源，1万个人分这点资源，
和5000人分这点资源，你说谁得的多？所以这么点看了，属羊的这时候这年生的孩子，我倒觉得都占了便宜了。现在已经看出来，什么千禧年宝宝、金猪宝宝，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了，而且他将来越长大，面临的问题就会越多。所以你从现代资源分享的角度来讲，我看赶羊年大伙不愿意在这年生，已在这年生羊宝宝，倒得到了很多实惠。所以我说这个问题上，大家大可不必搞什么封建迷信这一套。你像有的人还觉得这赶上龙年，我就等着2月2这天，2月2龙抬头，这天剖腹产，挨着一刀我也得生孩子。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那龙年2月2生的孩子多了去了，也没见着后来有多少人真正龙抬头。我举个例子，我媳妇龙年生的，我媳妇生日就2月2，你听着2月2龙抬头好不好？可是我是没觉得我媳妇在我面前能怎么抬起头来，对吧？当然我说这话心里头都有点虚。12生肖，今天我给大家说到了羊。那么羊在12生肖里挺特别，为什么呢？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这个人属猪属猪人有福，属龙的人这人将来都厉害。可是一说到属羊，我估计收看我们电视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一听到这个心里头不是觉得很愉快。民间因为有说法属羊人命不好，10羊9不全。那说到底这个10羊9不全是迷信的说法，还是确实有道理的？您得听我往前慢慢说。这羊在中国古代它的很大功能我们都知道，就是养了然后宰了吃肉。其实羊还有一个重大功能，就是比方说祭天地祭祖先的时候要用牛和羊。最开始猪是上不了台份，而要用牛和羊祭奠。所以这羊呢，给我们一个感觉的叫待宰的羔羊，就这个意思。所以古代的时候呢，往往把羊当做一种弱小的受欺压的这样一个对象，而且即使在弱小的受欺压的对象里头，他还不如那牛地位高。那么这不光是咱东方，在西方也是如此。咱们说替岁羊，说这事你替人顶缸，你看替岁羊，这替岁羊打哪儿来着呢？不是中国出的，这是西方的产物，是个舶来品。替岁羊是从宗教里出来的，是犹太教里产生的。这犹太教里教规有这么个规定，就说这一年到头这人到年底得到神父牧师这去忏悔我做什么错事。大家还记得《非诚勿扰1》里边葛优在日本一个教堂里边没完没了的忏悔，从上小学那点破事都说出来了。那么犹太教就是到年底要忏悔，那忏悔什么呢？我有罪我犯了很多罪过那么说你犯了罪过该受惩罚，怎么惩罚呢？这时候替罪羊就产生了。比如那个塔祭司弄了一只山羊，把这山羊2个脚摁住，摁到祭坛上，然后让他旁边有人忏悔，表示这个人的罪过都过继到这羊身上了。然后呢，把这羊抬起来送到没有人的环境，大草地或什么荒野上让他转一圈，回来把这羊杀了，用羊血祭奠。就意思什么呢？人这罪过都转到羊身上来，羊通过在无人地方转一圈，这罪过就散了，为天地所接纳，为神所饶恕。所以替岁羊这是从犹太教里过来的。那么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哎呦，这替岁羊这什么这个是不用羊来换牛这羊确实是弱小的，还有的时候不怎么受人待见。但有那说老娘你说这不对，羊有好词你看说3羊开泰，每年过年这喜气话，祝福大家这个什么一帆风顺2龙戏珠3羊开泰4去发财5福临门6六大顺。吉祥话里有这3羊开泰，得有这羊跟各位说实话，这个羊现在写3羊开泰不对。这个3羊开泰的羊呢是阴阳的阳，不是这个阳。说为什么转化成这个来呢？你3羊开泰那是太阳那阳，我上哪儿弄仨太阳到吉祥物去？我弄那3只羊往这一摞，这是个吉祥的事。那么什么叫3羊开泰？就说事情有一个好头，一个美好的开始，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开泰太阳不是泰山，
这个太是什么？是发64卦里头，周易里头的一卦，太卦。咱们经常说否极泰来，否就是否定的否，否极泰来就不好的事造了极处了，造了景点了，好事该来了。这个泰是好事里，三阳开泰什么意思？泰卦在周易里头啊，这卦是什么呢？就是那几个横杠组成的，两横杠断了，这叫阴爻；两个连着的，直接连着，这叫阳爻。那么呢，泰卦一开始连着三爻，总共6爻，6层吗？连着3个都是阳，都是阳爻，就都是连着的，而不是断着，断着叫阴爻，所以这叫三阳开泰。比喻这个事情有个美好的开始，象征着吉祥，福气临门。所以三阳开泰的阳不是山羊的羊，而是阴阳的阳。那么说到这儿，有人就说你开始不说了吗？10阳9不全，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实在的，10阳9不全的是一种迷信说法，而且10阳9不全不是故老相传留下来的，是打清朝末年以后民间再开始有这个传说。要把这事说清楚呢，咱们得从慈禧太后说起。说怎么说慈禧太后呢？慈禧太后就属羊。这个凡是帝王一级的生活好的人，他都有点忌讳。慈禧太后忌讳什么呢？忌讳属虎的。当以前我记得给大家说过武则天，武则天怕什么？武则天就怕猫。因为什么？武则天属鼠。武则天曾经把自个儿的儿子太子的王妃萧良娣给抓起来了，还很残忍的对待人家，拷打什么之类。最后萧良娣临死前咬碎钢牙说：“阿武世世为叔，就说你武则天辈辈你都是老鼠，我愿得来世托生辈辈为猫，我辈辈吃你来报仇。”所以武则天从那以后见猫就害怕躲着。在宫里不准有猫，见猫有的能杀就杀，而他不见这事。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忌讳老虎的属虎的人呢？他是属羊的。咱们经常说这羊入虎口啊，虎跟羊相克嘛，老虎吃羊还不完似的。所以慈禧太后在后宫里边查这些宫女，凡是属羊的，留下跟自己一个属性嘛，属虎的我撵远远撵走。要是身边太监里头谁要是说是他属虎，那都不待见。据说李莲英就属虎。他的为了取悦慈禧太后，奴才不是属虎的，我属兔的。他说他属兔，其实李莲英是属虎的，不敢吱声。等于自己满1岁来取悦慈禧太后。那么在后宫里头呢，属虎的不能存在，对羊还要善待。那这个御膳房里头它得有羊肉啊，羊肉不能叫羊肉。慈禧太后给羊肉起名叫福肉寿肉。就是福禄寿喜那福寿俩字，福肉寿肉都不能叫羊肉。当时有的这个朝臣立了功回来了，慈禧太后随便封赏的时候说一句：“你属什么的？”我这个奴才是属这个虎的，属虎的不行，回去也不赏赐了。说你属虎本来就罪过，立点功应该的，兼顾折罪回去吧。都这样。最滑稽的是呢，我们都知慈禧太后喜欢京戏，叫无弹不欢嘛，没有谭鑫培来她都不高兴。而且慈禧太后听戏很内行，但是由于她忌讳这类的跟虎羊有关的，你要反映这个羊的事儿，要主人公命运不好，不能唱着戏。你比方说苏武牧羊，把苏武弄到北海边去呢，这8年这有戏不好，带羊字，苏武牧羊这出戏不能唱。再比方说洪阳洞，洪安洞讲着孟良交战，北国盗虎，结果俩人在一座洞里碰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一斧他一斧子，把这个交战给砍死了，是这么一个事儿。这也是悲剧。好，洪阳洞本来这山洞里名叫洪阳洞，你说跟羊有什么关系？那也不行。所以苏武牧羊、洪阳洞这样的传统戏在慈禧太后这演不了。而且最滑稽的是，这个大伙儿都有知道玉堂春，就等苏三立了洪通，那叫玉堂春苏三起解那折。玉堂春这个戏说这跟羊有什么关系？也不行。里边有唱词儿，
有一句唱词啊，讲这个苏三起戒以后啊，这个大人断案就要把他投入监牢。苏三有唱句叫什么？叫我好比羊入虎口，一去不还。这句司仪太后一听，什么玩意儿？羊入虎口？不行不行，不能伤这个。逼着戏班的人给司仪太后唱戏的改词儿，改成我好比入网的鱼儿，一去不还。咱们这个观众朋友里有这个跳友，也有戏迷，您听他《玉堂春》里头这句唱词儿，在老寿慈禧太后之前那些年都唱羊入虎口，一去不还，到慈禧太后这现在改到现在入网的鱼儿，一去不还。所以你看慈禧太后就忌讳到这程度，说这十羊九不全跟他有什么关系吗？据说呀，慈禧太后不是属羊吗？你看慈禧太后，咱们一翻课本一翻历史教材，量中华之物力，节与国之欢心啊，没干多少好事儿。可是慈禧太后呢，稳稳当当树重重且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威廉警政多少年，又有权又有势又有钱，可以说是齐天之福，他都享受。像这么一个人，给中国历史没留下什么太好印象人，居然得享荣华富贵。所以有人说慈禧太后命太好了，运气太好了，说他属羊，把属羊的人的好运气他一人都给占全了。所以自他之后，这属羊的人命就不好了。所以说十羊九不全，有一种说法是由于慈禧太后，还有一种说法和这个类似。谁属羊？袁世凯属羊。这个袁世凯属羊是8月份出生的，阴历8月份。咱们民间有迷信说法，所以这个7、8月份的羊啊好，其他月份不行。7、8月份有草吃啊，草地羊嘛，这羊吃的膘肥体壮的挺好。袁世凯就是8月份出生的羊，我说这阴历8月份。那么说十羊九不全，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当初我们侄子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明明孙中山带领同盟会千辛万苦，辛亥革命，我们这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这100周年了吧？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那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给窃取了。袁世凯当总统了，虽然当了83天皇帝，最后就一命呜呼了就走了，可是他毕竟当了总统了。那会儿位极人臣的时候怎么办？孙中山带同盟会一看袁世凯复辟帝制，造反，接着打他，全国都骂袁世凯。当时你记住，如果这个人在民间流传真龙天子啊，碰不得呀。就比方说刘邦，斩蛇当道，赤帝的儿子了得吗？这个是不利于革命的。你得学在陈胜吴往鱼肚里塞东西，往出一抽一个纸卷，搭出京陈胜王，这好，这才能够还获得基层有些门文化岛外亲的认可。所以当时为了制造袁世凯命不久长，民间说8月羊应该杀了，为啥？怕羊养肥了该杀了，当总统了，现在是不这样了。所以说为了咒骂袁世凯，为了咒他能早点下台，说这羊命不好该杀。袁世凯属羊，那是为了革命做铺垫。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说袁世凯属羊，为了咒袁世凯，说十羊九不全，羊的命不好。您通过我说这个，您又明白了这个羊为什么有人说十羊九不全呢？那是出于各种各样目的。你琢磨琢磨，12生肖12年，羊占其中一份，要是12人里头有一个属羊的，这人命就肯定不好。你说那得冤成什么样？而且中国13亿人呢，属羊的人多少？平均分配至少有1亿人属羊，这1人命都不好，你这上哪儿说理去？不可能的事。所以说大伙千万不可相信什么十羊九不全这种胡说。这当年散布这个消息都是有一定时代目的，大家不能相信这个事。那么跟十羊九不全相反呢，羊好养活。你看这个内蒙古这牧民养羊的最多，羊的生命力最旺盛。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克隆动物，大伙知道第一个克隆动物什么？克隆叫多利羊，是头母羊，绵羊。为什么克隆这羊？咱要克隆别的动物，保不齐它克隆下来先死了。羊的生命力强，它的细胞里边构架比其他动物合理，极容易繁殖生长。
所以说克隆第一个动物是羊，这是有道理的。那年苏南丹小品不盛，克隆绵羊没爹没娘，就是这羊正生命力旺盛。那么正是由于羊生命力旺盛，你看在这个内蒙啊，反正牧区吧，养羊的多。但是养羊有一个弊端，这个羊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非常大。你说这些年北京啊或这边有都弄沙尘暴，什么原因？跟羊还真有关系。沙尘暴是什么带来的？西北地区的土壤沙化，水土流失。水土流失什么概念？树啊草啊没了，没有能够根系固定住这土壤，土壤沙化，一有风刮起来吹到北京沙尘暴。那么说为什么这水土流失呢？这草和树没呢？跟养羊有关系。这个山羊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吃草啊，不是说像马呀牛啊把面儿这吃没了就完了，它能够把10到放顶的草都给你抠出来吃喽，都能够把整个土里的根儿拔出来，把草根都吃了。咱们常说斩草除根，你看羊软绵绵的啊，胆小似的，斩草除根这就是羊干的事儿，把根儿都给你吃了。所以养羊的地方，如果羊面积太大太多，占的地方太广了的话，时间长了，这个地方的绿色植物，尤其是草的根系，就会受到很大破坏的。所以说有一度啊，咱们不说羊毛衫最好的啥羊绒吗？人家外国人说，哎呀，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羊绒，听起来是夸你，不是好话。你一养羊养多了，你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这对你来说很不好的事。可是问题就在于，咱们现在牧民好多牧区比较贫困，羊还好养活，容易快速生长，能快速脱贫呢，能不别过那种很穷的吃不吃喝不喝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养羊成了几乎牧民的唯一选择。那么怎么样平衡这事儿？咱们现在政府下挺大力气，又退耕还林呐，退耕还草，又给牧区补贴。我认为这是一种思路。你说有的人说，那这个羊把那草都吃了，内蒙的牧民不能养，这是不对的。人家要生存呐，你凭什么说你这刮了沙尘暴了，你环境受到威胁了，你就埋怨让人家在那受苦受冻，给你提供好的环境？所以这一点来讲，补贴内蒙地区的牧民，这是发达地区人应尽的义务。这个在国际上，我以前老年说天下里说过，这叫下游补贴上游。上游给你保持水土，不让水土流失，下游得了好处了，那下游经济发达，上游不砍树不干啥活不下去了怎么办？下游补贴给上游的老百姓。所以你看，从羊这个问题上，世界范围已经有不少这个环保方面专家对草原地区怎么治理、怎么处理这种生态平衡跟畜牧业发展的关系，已经早有定论了。那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了一堆和羊有关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呢，羊在12生肖里啊，表现力是比较差的，和狗啊、和虎啊、和这个牛啊什么的比，它要差一些。但是不等于羊身上就没有那种艺术的感觉。咱们看这几年中国最火的动画片是什么？小朋友张嘴就说出了《喜羊羊和灰太狼》。今晚杀鸡杨坤将大肥羊一网打尽，以纪念涮羊肉发明1000周年。涮羊肉，鸡鸭肉。它就是用羊和狼的关系。林间不说，狼吃羊冷不防，狼和羊永远是对立的。狼是强大的，羊是弱小的；狼是阴险狡诈的，羊是软弱胆小的。那么这种对立，恰恰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制造动画冲突效果的一个根源。老婆，这是我对你的第214个承诺，我一定抓到214只小肥羊给你。那么这个片子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你看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你看现在小孩穿的衣服，智秀灰太狼那样弄喜羊羊，这戴个帽子似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呢？狼和羊这关系它是辩证的。里边灰太狼虽然说挺狠，吃羊干嘛？可是你发现灰太狼第一个总倒霉，经常就被人给弄着飞天弄胆嘴里喊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这就说这个坏人是不会有好报，恶有恶报。但是你看灰太狼有个优点，
他对着媳妇红太行百依百顺，那红太郎一整就拿平底锅，方就拍的一下子，把他打着稀昏巴肚子，嗨！但是呢，他对自个儿老婆百依百顺，所以现在网上有人说嫁人要嫁灰太狼，人家灰太狼对媳妇好。那么反过来我们看，羊是弱小的，也值得保护的。可是这也告诉我们，你弱小，谁来保护你？最好的方法是自己武装自己。你像喜羊羊似的，既聪明又勤奋。所以网上说，做人要做喜羊羊，嫁人要嫁灰太狼，就这个意思。就是羊是弱小，你不能说我弱小的我就放弃了，也一定要提升自己这种素质。喜羊羊就是个典型。而且中国有那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说这个羊让狼吃了，它可怜吧？它真有些可恨的地方。这里边也把羊身上一些弱点，你比方说美羊羊，一整个双眼皮啊，整个化妆品呢，结果就上了灰太狼的当，他被贼住次数很多。喜羊羊还得救他，好美嘛，爱慕虚荣，这是。你再看什么懒羊羊，不愿动弹，但是不愿动弹的人，你可以开发你自个儿的脑筋。虽然这人懒，但是只要他脑筋勤快，这个人就是可以造就的人子。以其他像沸羊羊啊，什么暖羊羊，各有各的个性，而这个个性里的都存在一定的劣根性。就说弱势群体，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弱势群体，你要克服了自己一些弱点的话，开动自己的脑筋的话，你也能一步一步的走向强势群体。喜安灰太狼最后就看羊这个团队最终是战胜狼这团队。这个灰太狼即使把自个二叔什么灰带二菜狼整来，最后都没砸败羊这个团队。所以这里边呢是包含着以弱胜强、阴阳平衡的中华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一些核心。那这羊和狼的关系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有一些隐喻。你比方说这个人呢，表面上这个好像挺软弱，其实笑面虎着，咱们经常说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你看有一首歌，我记得叫什么披着羊皮的狼还披着狼皮的羊啊，就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在恋爱当中强弱势互相转化